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今天呢是一期房财税的话题。那今天呢视频主题呢是地产交易买卖中的这个各类 contingency。到底何为 contingency 呢？我呢也一直尝试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中文翻译，比如说是这个突发事件、偶然或者是一些变故等等啊，但总觉得这些翻译呢都不是很贴切，意思理解上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儿。那跟很多客人聊天的时候呢，也觉得客人其实都是懵懵懂懂的，也不太懂什么意思啊。所以呢，偶然我灵机一动，就给他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个人觉得还是翻译的比较贴切的，就是买家后悔药。那 contingency 呢，就是买家后悔药。如果现实生活里有这种后悔药呢，你会希望回到哪一年哪一天，纠正你的哪一个错误，或者是弥补你的哪一些遗憾呢？是回到高三时奋发读书以应对高考，还是回到这个大学送出那份你藏在抽屉里的情书呢？如果是我可能想回到读书时期，少刷点这个游戏装备，多买点股票啊。那年少时要是多点投资头脑，可能能早一点达到这个财富自由，就不用这么苦哈哈的搬砖了，对吧？只可惜呢，人生无后悔药之说，这些遗憾呢，只能想想再吸取教训，获得历练了。不过呀，在房地产交易中，还真的就有后悔药之说。那今天的主题呢 ，contingency， 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些后悔药。所谓的后悔药呢，就是买家专属的，而且其类别种类呢还比较多元化、人性化，就是可以以各种方法在各种时间段后悔而退出交易。我呢之前有出过一期二手房交易买卖流程的视频，你呢若想在美国买二手房，就可以去了解看看。视频中呢，我一带而过了这个 contingency 的说明。今天呢，让我们详细的聊一下。在房产交易中呢，买家锁定一栋房源，与卖家达成了共识，进入交易流程。这时呢，就会有一个时间滴滴答答的开始走。什么时间呢？就是过户交易流程的时间。比如你的交易流程合同里写了30天，那送进去 escrow 后，每一天这个时间都在走。买卖双方呢，也要在固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职责。后悔药呢，也就要对应相应的时间节点。那我今天呢，来说几个最主要、最常见的后悔药。第一个呢就是 inspection contingenc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买家物理检查。那买家物理检查呢，是在买家进入交易流程、汇出押金后要尽早约的一个检查。你可以请你的经纪人约这个物理检查，也可以自己约。那通常呢，检查员会仔细检查房屋的大小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无法修整的大毛病，或者是潜在的日后风险等等。然后呢，会出一份检查报告给买家看。买家看完后呢，就决定下一步该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利，是使用后悔药退出交易呢，还是与卖家谈判，请卖家做出相应维修，或是退点小钱就此了事。那之前呢，我有一个买家客人看好一栋特别漂亮的山景房，在核桃山上，院子那叫一个大呀，房子虽老，可是 condition 都还不错，价钱呢也还合理。然后呢，就找了这个检查员，检查后呢，发现房子地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仅有土壤下陷问题，外墙架构也开始因为这个地基下陷而裂出缝隙。客人找人估算了一下修复的价钱和修复后可能复发的风险后，便决定退出交易，使用了这个后悔药的权限，拿回了全部押金，全身而退，只损失了这个几百块的房屋检查费而已。那这呢，就是物理检查 major problem， 无法修复或者是很难修复，代价太大的问题，卖家不得不退出的这个例子。我呢还有一个卖家客人在卖房时被检查报告检查出屋顶有漏水风险，需要更换屋顶。买家呢也是我的客人，是个美国人，一看屋顶有问题就急了，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啊，更换这个屋顶非常的难。他请了美国的这个 contractor 一估价，告诉他换这些屋顶可能要1-2万美金。于是呢，他要求卖家给他维修屋顶的费用，或者是把屋顶修好。卖家呢也非常上火啊，自己住了这么多年，屋顶从来都觉得有任何问题啊，那这房子呢还是个海景房，价位还很高，退出交易双方成本都很大，又不想掏1-2万去修几片瓦片，怎么办？后来呢，我们也是给卖家联系了一些比较良心的 contractor， 几天便修好了全部，才花了1000多块钱，不到1/10的这个之前的估价啊。换好了屋顶，买家也安心了，房产交易顺利通过。这个故事呢，就是告诉买家，当检查报告出现问题时，你能有什么权利，可以要求什么，如何保护自己，也告诉了卖家如何
能合理的解决问题，该省钱时省钱，该省时间时省时间，也要看看买家的要求是否合理。举个例子，如果检查报告说你的 GFCI 电源插座有问题要维修，市场维修价呢，比如说是$60，买家如果问你要200块的话，你最好自己修了。如果买家问你要60，你就可以选择让他自己修了，对吧？卖家呢是希望买家除去对房子物理问题的担忧，继续完成交易，而买家呢则是希望解决房屋各种潜在的问题，住进去之后会更加省时舒心。其实呢，双方是站在一个共同目标的战线上的，所以呢，一般没有太 major 的问题，中间人 agent 就可以帮你协调好解决掉这些问题，从而顺利的完成过户。那这个后悔药的时间呢，一般是14到17天。现在呢，因为房市特别火热，很多买家呢为了一些能抢掉的房子，都缩短这个检查的时间到7到10天，有些更疯狂的甚至是拿掉这个完全没有物理检查。那具体这个时间怎么放，一定要根据目标房屋的年份状况和你的经纪人提前进行好好讨论，从而保护自己不要盲目的抢房哦。接下来呢，再说一下这个 loan contingency， 就是贷款后悔药。贷款后悔药呢和物理检查后悔可以说是房产交易中的最大的2个变故原因。买家贷款下不来的话，便可以使用后悔药全身而退。一般来说呢，贷款的 contingency 是要在交易的21天内拿掉。不过呢，现在很多人抢房子也都是基本在2周左右，2周内就拿掉了。这个具体拿掉时间呢，一定要提前和你的贷款经纪人做好沟通，确定他们能在这些时间内审核好你的档案申请。这样呢，你心里也有谱，对不对？否则呢，假设你为了抢房子拿掉了全部的后悔药，汇了押金，2-3周后贷款经纪说，哎呀，你有一个债务我没看到，抱歉，我们不能批准你的贷款。你不就当场石化了吗？如果找不到其他能做你贷款的人，岂不是要损失这个订房押金？所以呢，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下，贷款后悔药可以缩短时间，但是最好不要拿掉。当然了，如果你是全现金买房，就不存在这个贷款的 contingency 了。好，那既然说到了贷款，就要再说一下评估 appraisal 的这个 contingency。appraisal 的 contingency 呢，就是评估后悔药，那是现在这个疯狂的房市里很多人选择拿掉的一个 contingency。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房价实在是涨得太快，快的评估价都跟不上啊！因为每个月房子的价钱都在往上走，可是这个地产交易通常都需要至少1-2个月的时间，而评估员一般在做评估时是采用近期市场上同比房源的已经过户的价钱进行参考，那他所使用的可能是上个月进过户，或者是这几天刚交易完成的，那房价和现市场价呢就会有1-2个月的误差。当然了，现在的房产市场和以往相比确实极为的不正常，很多因素呢也不能以过去的理论去进行分析。以前如果评估价达不到合同交易价，一般呢会有3个选择：一，卖家调整房价以便完成交易，这个呢就是在过去房子不好卖，买家市场的时候比较常见。2，买家退出交易，房子重新上市等评估价达到交易价。3，买家自掏腰包补差价，因为银行呢只会照评估价去做相应的发贷款，多出的部分呢买家只能通过增加首付的方式解决。那第3个方法呢，就是现在的房地产交易中最常见的一个，因为大部分的市场房源呢可能是市场价放出，买家呢又进行加价，估计10个里面有9个评估价都过不了，那买家又想买房子怎么办？只能自己补差价啦。我最近还有一个客人问我Mina, what happened to the market? Where are our rights as buyers? 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走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作为我们买家，作为消费者，那我们以前应该有的这个权益保障都没了，只能盲目加价抢房，往往一房难求，这要怎么办呢？那现在这个市场我们也不好分析，只能说不要盲目抢房。如果这栋房子真的适合你，你再去买，为了你喜欢而买房子，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想抢房子而买房子，好吧？那下一个让我们来说一下 title contingency。那这个产权方面的检查呢，其实也是蛮为重要的。很多人呢其实会忽略掉这个。你呢在买房时要确保你的房子产权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在上面，比如说 property tax lien 地产税的 lien 啊，或者是其他的 lien easement
basement 等等。那这个呢就可以去看你的 title report， 无异议后便可以移除。然后呢就是 disclosure contingency， 那 disclosure contingency 呢可能包含卖家的 SPQ 或者是 TDS， 卖家提供的这个房子状况的各种披露，还有物业 HOA 的一些 CC&R 规章制度。那买家可以看看是否有奇怪的这个 HOA 要求，自己是否忍受生活在这个社区哈，或者是卖家是否有做过一些非法加建改建等等。物业这个呢我就不多说了，那说一下卖家的 disclosure。 卖家会告诉你房屋的基本配备，比如说空调、热水器、洒水系统都有没有啊，有没有已知的问题啊等等。另外供水、天然气什么的都是什么资源，新一点的房子呢肯定都是 public utility 了，就是公共的这些 utility。 那旧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公司最近在代理的是 I Love Lucy 里面 Lucy 这个演员的房子哈，那这个房子呢其实是比较老的，还是使用化粪池的。那这一类别的信息呢就是卖家 disclosure 的部分。另外卖家所做的装修啊，还有邻居有没有这个地界上的纠纷啊等等，这种信息都可以以这样的形式 pass 传达给新买家。那买家 review 后呢就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完成这个交易流程。最后呢让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home sale 的 contingency。这个附加 contingency 呢，就是说买家要把房子卖掉才能解除这个后悔药。现在这个市场这样的 contingency 不是很常见了，因为它不是很吃香嘛。那这种 contingency 呢，大部分的卖家都不是很喜欢的，因为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时间。但假设卖家本来也住在这栋房屋，又不急着搬，造成他的房屋没有那么好卖，那有可能卖家也会考虑接受这样的条款。有些卖家呢可能也会接受，但是附加一个 kick out 条款，就是说我接受你卖你的房子，我住我的房子，但是假设你卖房过程中我接到了一个更好的 offer， 这个 offer 里面没有后悔药，或者是这个 offer 是个全现金的，那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你剔除掉，和新买家进入交易流程。因为诸如此类的操作啊，这个 contingency 在交易流程中就比较不常见了。那一段房产买卖中，房价固然重要，但是交易的 term 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这个 contingency 的实现有时可能与房价一样重要。所以呢，在当下的这个市场状况，买家们呢都是在缩短这些后悔的权利，或者是移除这些后悔的权益。可是呢，很多时候这些权益其实是对买家的保护。那希望今天的视频各位买家看后，知道你们在写 offer 的时候都拿掉了什么，有什么后果。在这个疯狂的房市中，虽然丧失了一些消费者的权益，但也不要茫然不知，起码了解一下这些基本概念。你呢也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自己，而不是盲目抢房，对不对？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就请订阅一下。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